是到了80，非常夸张啊！主要是跛脚这个角色，他的技能机制也非常不错。然后选手也能发挥出这个角色的一个最高的上限。这个角色的话，他其实大部分的一个情况都是要看自己的一个操作嘛，看个人的上限是非常恐怖的。来看一下这边的选点是补出了一个十字，大防给到火灾调查员去辅助队友。那十字的选点的话，其实他就可以直接去往中场来追了，对吧？他其实不用去直接找大防。好，那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找魔师的一个麻烦。但 Dragon 没有第一时间上大防，而是选择来小木牵制，那木的人也得走。他其实是一个观察监管动向的一个作用，但自己的压力会比较大。对，主动站出来牵制。小木的这个地形也算是比较简单，跛脚在这个地形来讲算是比较好拿刀的。对的，这里的话就得看他对于魔术棒的一个应用了嘛。两个交互点现在只剩一个，直接秒放一个笼子，要看道具。哇，距离很近，将魔术棒钻过去。怎么说？再翻，但是最终隔窗刀，很极限的一刀。那下面的一个笼子可能就比较难去防了。看一下这个位置，魔术棒再交出来，但方向是正确的，是，只是距离差一点。觉得他会反走，那这样的话再进行一个反绕。第二个关系还有愿力，交出来，再跟上，哇，1分钟击倒，还省了个闪现。再加上前期的话，木屋的古董商要去拉扯，是的，马吉收的不算特别多。这边古董商想要过来帮一下，但是佩佩也是反应很快，直接拉走了。那古董商还要跟。他应该是要直接去依旧了，对，毕竟他们每个人都有化险为夷嘛。来看一下这个点位，星辰压的是很死啊。怎么说？手里有飞轮，是可以考虑用飞轮规避掉一刀，然后去尝试拆笼子。在防，逼佩佩去打。先交笼子，其实是有无伤的一个说法的。看他要不要去交飞轮躲，没有去交。对，那正常救下来之后，化险为夷出发，回头一棍，一棍还能打，很细节。这样的话去帮到魔师，看能不能给个26。这是一棍子就控制这么长时间。是的，哎呦，但是这个熟练度太高了，没办法牵制啊。我先砸100，让你先跑40米，然后我一个笼子直接把这40米追上来，再给对，一个笼子直接就把你拿到了。而且真的要看的话，古董商状态也打下来，这波的一个手椅对于佩佩来讲是稳赚不亏的。而且又通缉到了这边要救人的火灾，感觉他好像是谁救拦谁啊，好舒服的一个节奏。看小维大夫也过来，的话距离相对来讲比较远。这里的话淘汰进度可能有点极限，火灾还是得来。对，而且你说哪怕救下来之后，求生者这边密码机也不太够，因为2双手来救的。这样的话再放围龙，这里可以考虑打一个针对啊，想侧刀骗一下，还是打到了针对，非常漂亮。那密码机的一个进度确实有一点爆炸。Dragon 甚至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没有交出来，好亏。然后魔术师去牵制跛脚羊的话，他确实需要那种板区比较多的一个地形，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一个道具 CD 拖出来。对对对，这样他可能可以用魔术棒规避之后，他能进板子嘛，就有一些博弈的空间了。是的。但对于求生者来讲，这样的一个牵制虽然可能来讲时间不太够，但是好在外围全是满状态。是的，所以这边的话，笼子想要去赶到大防，但是自己没有进去。密码机还差将近2台。他选择直接去找中场大门这个方向的人压过去没问题，因为现在跛脚2阶手里愿力是够的。对，再加上配合一个闪现，可以达到见人就秒的效果。主要现在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密码机进度差太多了，他们需要慢慢来，一定要让监管者这边自己去挤，而不是主动出来。对，但这边耳鸣起来了，那位置大概应该猜到了。是的。不想压这边的人，因为这里没有密码机。如果在这里进行追击的话，佩佩的密码机外围会掉得很快。大家都不修，然后让监管自己去消耗自己的一个时间跟愿力。再过来看到狮子的位置应该是要被发现了。对，耳鸣起来的位置其实很精准的，都猜到在前面。我直接拢到脸上，道具也不敢交。那这样的话，直接拿到一刀，下一刀可能也会很快啊。所以狮子这边求稳，回头摇表，那这样的话磊磊就很危险。是的，火灾调查先打一个控场，交飞轮，这个气囊也得给，但是自己没有选择弹，
闪现过来给到一刀，小闪现，这个时候再弹气囊，但收益不高，打跛脚羊的话拉距离没有用，对，感觉会被秒。哇！再加上你刚刚火灾吊船是有过来要救人的想法，那你火灾吊船员的天赋带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佩佩这个时候已经有猜到了，而且他可以压住2台密码机啊，这个位置木屋跟小门他都是随便管的。对，背后这台50的机子可以说求生者直接放弃掉了。再加上大副的话，他是一个半状态，他随时有着生命危险啊，他这个破译。所以这波是要求古董商过来救完人之后，还能给人保活保走。古董商他是要顶脸上的压力了，他必须要一直给到监管者巨大压力才行。2棍把2个笼子脱掉，但还有笼子。是。这个位置，这就是古董商的一个止戈。哇，这3棍每一棍都有收益，但是还是很可惜，磊磊拉不走，密码机还是修不了。没错。那这波无伤就要再拖一下自己的道具。那这个时候古董还得再救一波嘛，硬着头皮也得上了。大副这边手也不能撒，但佩佩可以打针对啊，他这个时候愿力是算是不太够的。没事，就硬修，给压力。因为如果说你这个边的密码机不破译的话，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得去压满，让那边大副过来，然后这边古董上极限的救人家扛刀。看一下手里95的愿力。是的，没事，外围还有一台很多的一个密码机。这击倒星辰不给你扛。大副这边去补200窗的一个密码机。那这个时候佩佩其实挂这波是猜大副可能要过来给压力。是。但其实大副这里千万不能倒啊，他一定要撑住啊。看一下这个气囊交出来，但佩佩这里有一个机会，只要能击倒火灾，这把就能4抓。是因为知道你后面大副好像还没来，看了一下，还是选择去先管一下这边的一个，对，那没问题。其实刚刚那波大副主要是没道具，不敢来。哎，交传送的能抢亮吗？哎呦，可惜96个密码机亮不了，笼子还失误了。如果说他这边密码机能压好的话，还能翻啊，还有反转。不太够，所以想着回去先求稳。是的。但这个时候就给到大副去把这台机亮密码机的一个时间机会了。只不过火灾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可惜。不过他是有一个自愈的，可以交一个绝冲风声起来。这个自愈，那佩佩这边想摊4刀还是比较难，是会有一定压力。他知道磊磊不会交这个自愈，对，然后你又不太敢去挂火灾嘛，因为它是一个上挂飞，你挂的话，那狮子还是能走地窖。不挂的话，磊磊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直接交自愈点门。是的，对佩佩来讲，其实压力还蛮大的，得在这个位置把大副秒掉。他毕竟想摊一个4嘛，再交一个围楼。哎，但是盖到这边来了，给到一刀秒掉了。是的，但不过另外一边的门已经在点了。对，那这样的话挂上应该还是一个3抓。对。其实当时那一波的一个古董商他已经是燃尽了，他把这个人救下来保活之后，密码机还是差的比较多嘛，然后要求火灾这边就是一直不倒，很难吧？因为外面密码机一动的话，我就可以去硬追你的火灾了。是的，而且大副主要是没道具了，大副但凡有道具，感觉他也要过来打，不可能是能同时秒好几个人，但跛脚羊的话，他厉害就在于他前面就可以秒人。是。他反而是打到中后期的时候，他可能怕你大门密码机一锁，哎也可以。然后看一下这边兔子一鸣是选在左下角，左手大副，右手大房里的气象其实都不太好追。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得去找一下大房，对吧？气象学家的话，虽然说也来看一下，这击目标是放在了大房，直奔气象而去。对的，这肯定要直接找。但是我觉得他比较聪明的一点就是他没有选择在2楼牵制，他直接去拉点了。这样的话，你需要去教你的一个围龙去赶距离，可能。但这样的话，对于兔子一鸣来讲，我可以慢慢等到你到我一个范围里面，我再去交笼子，不然的话，我的愿力消耗会很快。这样的话也是拉近了身距。看一下第一波的技能博弈，在集装箱这个位置去搏。哎呦，可以！你想骗我走位，我直接给你来一板。而且你看神坠，他这个位置没有拉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手里捏着强风，捏了一个风，所以他也不是很慌。这样2段龙被吹到另外一侧笼子外面，不行了，我再钻回来。要走回来的话，其实距离还拉得挺远。是的，而且这边还能连着跟钻，这边顶掉，好凶！神队全躲了，压力直接顶住了。第3个笼子中间还有交互点，感觉也是能躲。这个笼子好尴尬，只能交闪了，但是被预判了，这么帅，直接交强风，神坠升起来了，神坠完全阅读到了对手，再波拆片。
又是一个极限的远距离绕，在小走位再钻过去躲再钻，终于还好给到一刀。是拿到一刀，不过下一个道具又能拖好了。对的，你看这个时间已经到1分20秒才拿到第一刀我的闪现的天，判掉这气象玩的太丝滑了。这样的话，再是一个两击反钻，再用风去打断一下你的出刀，想要去木压，怎么说？回头再把板子盖下来。两个人一直在骗，再飞掉一个还是很远。神坠，这个状态太火热了。平地给到一刀，甚至自己还能牵制。说实话，这气象梦中情友啊，对吧？打得真好，做梦都想要这样的队友。对呀，太秀了，太秀了，太 C 了。道具也捏得稳，博弈也打得很好。是的，这样的话还在单板博弈，根本拿不到刀。想摊这个围龙，但是有点着急。点缀有点灵活，还好这边是骗到了。但是密码金3台点亮，剩下2台已经在摸了。打跛脚羊牵制这么久，太帅了，2分钟才。主要他是个人牵制，他没有任何的队友的辅助，他纯是凭借个人的能力。这样子的话，还好是通缉到了一边的一个救人位，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手乙的说法。是，这个时候猫猫要过来。毕竟围龙也愿力也比较多嘛。这个点位救人应该不会出太大的。一个2连龙，一直在硬拆。不给刀，把自己的化纤维套出来。不过这边还有一个围龙他没有选择去越龙，打一个针对。神坠的身上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这点对于兔之一鸣来讲是有一个翻盘的可能性。好消息，对吧？但大副在旁边，大副下一波满状态会帮忙扛刀，这要看兔之一鸣怎么样去打这波针对了。这波手乙最好是在气象下来之后就直接给刀。我感觉密码机应该是肯定够的，所以说他们也可以考虑说让一个人去贴门，然后利用化血唯一的时间去点门，直接去交换掉。密码机修开之后也可以过来帮扛。哇，李宝好稳，密码机感觉很稳，能够。大副再拖一拖，压满救就好了。而且破译加速也出来了嘛，那现在的话破译速度就很快，直接救，但这刀没有扛到，坏了。那感觉对于交忍者来讲，他还是有一个翻盘的一个说法。底牌也在手里，技能也在手。这位置想龙子把人拉远，但是其实他还是起不来的，因为没有回光返照。带起龙子把人牵得远一点，这样可以秒挂，直接把人挂到骚鸡这个椅子这里。但两边的门都要点了。点不开呀，我有底牌传送的呀。传送落地，看一下这边门口是没有人在第一时间点。杨洋在脸上，魔石的话是有一个地窖的，等一下。这轮有道具，另外的一边的门是可以安心点的。这一招魔术方在博弈，拉得好远。小短板怎么说？处理不了。兔子一鸣选择先求稳，我先卡住地窖的位置，不着急。就是再放一个笼子，交飞轮躲，已经来到另外一侧，哎。怎么说？真来得及没看到魔术棒躲，在骗，还好，这一刀是没有把魔术打飞出去的。但凡魔术师再拖一拖，博强手里能力不太够，帮他又球又能跳板，气象还能帮他吹，就算他倒了，气象肯定还有圈还能救。对，而且玩具商还有别的道具可以给他用。那看样子，要么就追杂技，要么就追玩具商。那还是杂技。杂技大旋，因为你没有开空中飞人之前，你完全大船你动不了这个玩具商。对，他随便飞，对吧？我大船飞海边，海边上大船，然后再大船飞海边，光这一套3台密码机没了。而且这样的话，好，看这边还是要去木屋找狮子碰一下。来了，大喧嚣追小喧嚣。我觉得玩喧嚣都有一个喜欢追杂技的一个想法。第一波跳球直接跳出来，但已经上到了1层标记啊，2层，2层，快，这个惊吓标记上的好快啊！哇，这熟练度有点太高了。对，那下一波双惊喜就有机会给刀了。就我在想，他们平常练喧嚣是不是练着还得去多玩几把红夫人，就感受那个远距离拿刀的一个节奏。你看，直接给刀，他真的就是在玩这种不擦头红夫人，我的天哪！太狠了！然后这波双惊喜给到1层粘土标记，他等于说2个双惊喜上了4个球。对。那按照这个大数据来计算的话，下一个双惊喜可能要秒了。看一下这个位置交出红球。对的，但是来了撞一波，
赶紧帮啊！如果这里不帮的话，就直接倒了。但前面还是很危险。张军喜下点，是的，再跳过来，空中飞人位置被卡死，要倒地了，要倒了。那前现在技能没有交呀。对。哎，我说白了，我现在当你面签，你可能也不太敢撞。但要先上2层标记啊！不上标记的话，他就随便撞。哎，这波拉球拉得很短，弹球，哇！直接给到交易型，回头发挂人操作了，距离不够吧？看一下，提前拉球，这是个大球。佩佩没有防，他没有想到前锋那么敢操作，这么疯，对吧？真没敢操作，太勇敢了。那这样的话，就到喧嚣比较痛苦的时候了。是的。但好在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好打。直接是开出了2阶呢。现在问题来了，谁来救人？这救人压力还是很大的。前锋那边也是吃到了一层暖雨，因为我们前面有聊过嘛，喧嚣这个角色他就是在拿到手语节奏之后，他的一个节奏就会慢慢的展现出来。滚水球的能力就很强了。是的，再上到2层标记，这边空中飞人转过来去预判一个飞轮，前锋飞轮顶掉，两边互秀，气象过来把人救下来，是的，幻象唯一触发。这个是玩具。这样子还给他丢了一个魔术棒给前锋等一下。不过杂技肯定是没有26的。看一下前锋还要再来操作，你技能暴露了。不过前锋的话球量不是很多，还有最后的一个1/3，还要再逼一下。是这个位置的话，小走位去骗。他最后一刀没给到，被人再转过来，佩佩感觉被前锋拖了很多时间。主要是这个角度也不好，拿不到这一刀。对，而选择强行过板。那这样的话顶到这一刀，等波双惊喜再要处理前锋吧，不然不好挂了。真不好挂，还要去追前锋。再上一个双重惊喜的一个标记。但是小球躲掉，这边想强挂人能挂吗？前锋又来了。是的，哇，真的这个压力给的太足了。没办法，这是学校真的太怕 OB 位了。是的，密码机这个时候4台点亮，还差最后1台。所以我们刚才就都建议他带兴奋嘛。其实他这个局节奏追人追的速度带兴奋的话，会好很多很多。是。哇，杂技还在牵制。是的，这个时候肯定是要。不能辜负前锋为我们拖这么多时间嘛。那其实佩佩现在有这个点难了，位置应该还是要倒，还好吧，能进到一个2挂。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呢是有机会够的，但前锋会配合气象一起来救，花显为一定能触发。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开门战能不能完成一个多跑，因为感觉喧嚣还是有机会去保平。而且要管机，他好像想。压密码机，对，也可以。这里是个玩具商啊，只是没办法，玩具商这个点位就是难追啊。玩具商的话，你还是蛮难去硬追的。空中飞人直接跟上距离，看这波能不能秒。是的，想秒。再骗飞轮。是，他是一个搏命的玩具商。然后确定跳板的话，如果说你不踩，还是有风险被跳的。差一点跳过来给刀也可以。但另一边密码机已经修30了，直接多修了，不给你控场的一个机会。耳鸣也在脸上，距离其实挺难排的。Dragon 这个地方藏的其实挺好。没事，喧嚣可以排，喧嚣可以找。哎，这里直接找到了。这样的话，气象选择焦云飞过去，我看你怎么拦。这样的话，拿到一刀，交飞轮去硬掏。哦，再说角度比较好。是的。这边的话，玩具再度上到一个2挂，那还是开门战之前有一个上挂飞。密码机的一个进度还是够了。这边看样子是要直接点亮，毕竟离得太远了。要不还是救一下吧。啊，亮了。但现在的话，我有挽留有移形，这个局你3跑不了啊，大概率还是一个平。保平，但保平对于 GW 求生者来讲是已经很够了。是。这边看要不要直接去管门，他选择先找大船的人，向这边焦云过来，但是这个人应该是救不了的。怎么说？这边一波救下来了，很极限。对你最后一个标记上不上去，没有角度。那这团移星还得交。要去留气象，不能让他走。不过气象这个位置应该也没什么操作空间。好在说角度比较好，很难打到。能再拖一波，两个有点暧昧了，但是也没办法，大眼瞪小眼。好，再回去挂磊磊，这把的话对于佩佩来讲就是一个平局了。
没问题，这样的开局能保平真的很不错了。主要是还是被前锋操作的有点太难受了。如果说不是前锋的话，这局节奏其实很好。对，这就是喧嚣在这个版本很难打的原因，他特别怕 OB 位。那这样的话，把人一挂，那边应该是能够平安出门的。应该也是一个稳定保平了，不太会想再争了。是，但是狮子还要来，狮子你别说前锋他是有化险险为夷的，但是你这里让前锋过来救人的话也太难了。对，不太好救，真不太算了，没道具了。这个距离也不够。如果说你挂门口的话还行。我相信他也在想怎么样去在这个阵容里面去拿到更多的节奏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好的点就是歌剧它其实很难被3跑，因为这把其实有风险。但是我选速闪的话其实有压力的。对，如果说哎呀，大船的火灾，可能要考虑用气囊去堵一下几个上楼的点，然后这样的话再争取在下面的板窗去多溜2圈再上楼。来看一下往大船走要去追杨洋的一手火灾调查员。是的。哎，上来看一下没找到。那火灾选择往外拉点，有脚印，对他不在大船里面玩，直接出来玩这块板子。但这个板子的话还是比较短的，对歌剧来讲，交一个气囊卡位再弹开很秀。对，兔子一鸣这波预判也好，他是直接猜到你要放气囊了，因为你把回速给交了嘛，那我现在就可以放心的去拉点。对，手里的一个2个系统反射都用过了。是的，前面2块板子交一看个。怎么样去牵制了？他这个气囊还得交，然后再卡位再弹，哇，很秀啊！但兔子一鸣很稳，哇，这板区拿捏的但凡差一点就感觉吃震慑了。是的，牵制的基本功是非常不错的，还在骗，还在骗。然后这个位置是可以接受吃一刀，然后再往外面转。是的，这里的话不能给你震慑的机会嘛，因为你闪现 CD 好了。来看一下神坠这个位置可以交闪，那神坠这边过来了，有风。兔子一鸣的话压力好大，这个风，哎呦，他是预判了，对，他预判你交隐喻，对，但是没有吹到的话，那队友要倒，可惜。如果说这波气象的风再捏得稳一点的话，那可能2个人都能活。对，可以趁着兔子一鸣那个出刀出隐喻的一个空间去把这个风交出来，把人推开之后，火灾就能进到下一个板窗交互区了。神坠的话，他确实是比较喜欢预判对手的一个选手嘛。但无奈说，兔子一鸣这边读懂你的想法了呀。是，毕竟刚才已经是被你给操作到了，总不能老是被你秀吧？再看一下，要还眼色的。毛毛把化险为夷交出来，选择往角落去带。这一波的话，肯定是没有牵制空间了。哎，要让他抢2秒击吗？抢亮吗？天哪！那给2阶。贴速他们是不打算浪费任何一个人的修机速度。那想一想，还是拉去角落了。然后还能忙里偷修，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毕竟20秒修机速度时间还是比较珍贵的嘛。对你，与其说直接倒到角落什么都不干，不如多修点密码机。是的，万一这台就差最后那么一点给踹了呢？这时候离爆也压过来了，看这波手乙回速交掉了。密码机的话差的还是比较多的。离宝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再交一个护腕再去救，直接贴近椅子不给波一机会。是的，正常持刀把人救下来，这刀应该不扛了，只能卖他。这样的话，先去保稳，拿一个平局，没问题。那边杂技也吃到暖雨，把自己状态打好了。那这样的话，3人要去打开门战之前的一个拉扯。是的，因为密码机差的还很多嘛。对，而且这边他是有技能的，就已经切了传送了，所以说对于监管者来讲，他这把多端面是很大的。而且气象马上就没道具了，他可能强风再吹1次，最后就变成白板。这边直接交传来吧，看一下。哎，这个传送好像是没有人，没有传好，因为他传的同时密码器亮了，所以说传到了木屋。对，这很尴尬。那这个时候木屋的机子可以赶紧修，因为兔子一鸣的手里的技能还没好，大房的人可以准备开始牵制了。绕过来，2名也没掉了，
回溯发现耳鸣，那知道猫猫的位置。猫猫手里的技能是化险为夷，是的，交一个红球，多拖一点时间。走过来。那前面这个板子是拍掉了的，不敢翻。现在只能上大船进行一个牵制啊。猫猫这个位置要应该是要准备到海边。对。 哎呦，跳球被打到了，好亏！而且队友的密码机是比较远，是有可能被打一个救人拦截的。是，气象慢慢的贴过来，但兔子一鸣这波很狠啊，直接往地下室去挂。要挂进地下室，密码机是能在卡门的时候压好。但是你这个人很难出来。对。气象手里也不多，道具的话大概在1/3左右。强挂地下室，捏一个强风要直接下来救吗？ 在墙对岸，还不着急。他现在的话一定要压好，先吹到，然后再下去，不然的话他这个人很难救。最好是走左边，从楼梯正常下去，不能去打跳楼。对对对。先等密码机压好嘛，等压好，然后准备在这里骗一下落地刀。一个是一刀，还要再骗。是。气象手里捏好强风，要不就考虑把这个风给交了，上。 的一个出刀僵直，都在试探。这个时候，先拦不住了，但是还是打到落地刀。那这里的话能打倒，打到椅子了，两个人都能出来。是的，而且道具还不用交，但这边有一个反向落地的说法。那这时候其实勇者可以在下面摸状态。是的，给一刀我就战成亮就好了。杂技手里道具也多，然后佣兵也能直接贴门。 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佣兵甚至交了一个道具去点门。是的，气象直接飞走，飞上2楼。那这样的话，这个其实挺难追的，只能去找猫猫了。追击还是挺难受的，不过找到了。猫猫手里还有道具，断影，哇，好糟糕。但这个窗还是比较短的，得转走。那对于兔之鹰来讲，现在真的很糟糕了。没事，有机会，他技能好了，还有气象赶路要时间。是的，这里的话得走地窖。 对，走门的话是走不掉的。看一下挂上之后，兔之鹰能意识到吗？能意识到可能也不太够。但是你只要挂这个人，我就能走了呀。对。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平局。过来看了一眼海边，没有地窖传送。是的，交传送没有关系，另外一边有地窖，那这样的话拿到了一个平局。双方。 但首页问题就在这儿，他如果说带着移形前期要去找这一手入殓的话，那入殓拉远，前锋保一保，其实对于首页来讲，技能一定会暴露。是的，那技能暴露就意味着小玉的前锋是可以来操作的。守夜人其实在这个版本也不太好打，还是那个问题吗？前锋怎么处理？加上技能，底牌，闪现。 但考虑到这样地图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张狂。守夜的天赋算是5花8。来看一下追击目标放在猫猫身上。猫猫的一手入殓师，领就摆出来直接拉点了。他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要攒一攒风吧。哎，但这个反绕好像直接反绕到了。对，这地刀开得很快。 主要入殓师他没有选择去玩那块板，那再卡一下受力本能，感觉入殓师可能在前面这个位置要秒了，很危险。对，因为他的一个弹射已经交过了，这里感觉有一个秒的机会。前面这个板子不好拍，尝试不敢拍啊！你拍的话，我跳过去那但这波跳的其实晚了一点点。对，晚了一点，但是不影响，还是有机会的。抽刀击倒，击倒节奏在45秒，很快，手里的技能还没暴露。 这一波的一个牵制还是被兔子兵给抓住机会了。老是猫猫第一波反绕持刀的位置太尴尬了，在大空地上面。那感觉前锋的话，你得过来帮啊！你就现在来看太差了。如果前锋没有保的话，是有一个多抓面的。是的，这个点位可以用弱风黏住，卡一下，活不了。吸回来也可以，但没吸到了。但是还是牵制不了。 骗一下飞轮，但这边入殓是没带飞轮，小玉在旁边等着了。还是要看前锋的一个发挥，这个位置。
这若先把球风连住骗出来没有关系，前锋的话有飞轮，而且想撞在，前锋这个位置直接吃一刀。其实感觉他第一波用飞轮去顶也不错。对，最好是用飞轮去顶。是。这里的话技能没有交，敢撞吗？不敢撞。没办法，只能回去找心理。万一你是一个兴奋，我不炸了吗？回去找心理接一波移情，但是这样的话就给到兔子一命一个多抓面了。这把节奏非常好。是的。干扰一下李宝，回头再去手乙。小玉的身位破镜很快，所以现在兔子一命也没办法拉走。化险为夷过来了。看一下，给刀没打。哦，有了，是的。点位也很好，前锋保不了。但是没有36，只能说你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还得去依靠前锋，但是技能还是没有交。而且就现在节奏来讲，对于兔子一鸣来，只要来处理掉这个猫猫，那其实节奏是一个稳多抓。撞，而且万人密码机一直是不动的。对，就有时候你只等于一个人在修，或者两个人在修。但这波是带了吸，哎，放下来了，而且可以直接牵，好像。对。他其实这里可以直接牵的。但要去再卡一波这个 CD 也可以。交一波风，感觉这刀有了。飞轮给刀，那可以回去牵了。就。稳定牵起来，这个点位对于前锋来讲是操作不了，而且前锋手里球不太多。他已经拖了很久，对，拖了很长时间了。这位置只要保证自己不受伤的话，就算任务完成了吧。可以考虑移情，直接去找李宝。对，现在就怕找冰换。我一旦说我这个移情一交找冰换或者找心理的话，你都难打。对，因为两个其实一个没状态，一个大白板。心理也等于不是满状态。要风行。交点球，今天球量不多了。这里得踩一块板。前锋那个交互还是很安心的。守夜本身也怕双板区。弱风，但是你粘不住。我能坐车。打满了。对。那其实可以考虑移情出去找人了。脸上3台密码机。那队友肯定不修了呀，而且也把病患给磨好。都不在这个范围。移情落地要去找神坠，神坠是心理。交移形。是现在守夜最好满能量的守夜人，感觉他这个位置很难溜啊！哇，抽刀抽到了，这波片板变得非常好。守夜人的加速刀。那前面这个位置过来要被秒，风要倒了，弱风黏住，看薄板。哎呦，有一个双弹刀，那还得踩。是2连板的话得踩。神坠前面这个位置能进板。很秀啊！但是上不了车，手里有风。这里已经溜了守夜人很久了。这个位置强风，强风有点亏。其实应该弱风黏住，然后走另一边。哇，神队还在秀，这个刀气把握太好了，太夸张了。这白板心里拖这么久。李宝手里密码机75，可以赶一下，甚至可以逼一个道具。想了想，就是要对李宝动手。骗了一波，骗得非常好，没把他打残，不能他这样能够满状态救人。看这波，风行可以，有机会，飞轮，哇！但这样的话，你飞轮加上幻想是还暴露了，可以针对李宝。好了，哇，一直在抽到抽不到，那等他心里那边都没关系，可以让心理起，因为心理现在交完自起之后，开门战局大白板，而且病患交出了自己的天赋，飞轮加上化险为夷，你就是没有回光返照。那我追你，我追病患，病患没有回光返照，心里没有绝处逢生。这把是有机会的，开门战真的有机会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密码机要够了，没办法，他之前处理病患花太多时间。那现在就得考虑怎么样去打拉扯。这样的局打拉扯，对于兔子一鸣来讲，其实还是占优的。是的，毕竟他手上还有底牌嘛。对，不仅有底牌，而且还有一个没有绝处逢生的角色。开门战又是大白板，处理掉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挂，因为好像有地下室。挂地下室的话，而且小玉摸出了一块怀表。主要这个人你想卖还不好卖，他在遗产机附近。你新修一台的话，这个人他就要飞了。对，挂进地下室对于兔子一鸣来讲，这样的起码是保平真胜。如果你来救的话，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冲锋啊。对，真胜的面还很大。想了想还是卖了。可以，其实这个位置可以守。小玉的话绕过来卡。看看兔子一鸣给不给机会吧，但是兔子一鸣直接发现了位置了。我的天，那很难救这个人。看一下能不能压到，能压到这把就能4抓。但是他不是大副啊，
他是冒牌的，他这个表马上就结束了。看一下小雨现形了，感觉守夜是带了，而且守夜的加速落叶刀很难躲。飞轮顶飞掉，轮顶加速落叶刀来了，手里没有强风，那要不要切闪现？不切，有加速。看一下弱风先粘，有点救不了，强风吸回来，把他往外面拍掉，没办法，不过密码机压好了极限掏，但是两个人有点出不去，肯定要倒。出这一名先击倒一个就可以，而且感觉两个都走不了。对，他这个技能甚至可以不交，再去摊一手。最后这密码机主要是在墓地那一块儿，离得很远。这位置看一下神队这个半局位有没有说法？给到了，可惜他砸中了，但是要回去挂前锋，要回去挂前锋。这里好纠结啊，感觉有一个碍事的电车在里面。那挂心理嘛，心理其实没自己可以回去找前锋。对他其实可以直接挂前锋，然后再秒传送的，但可能挂前锋感觉其实传送来得及，就有时候就打太焦灼了，也忘记了这一点。对。那张团前锋手里还有个飞轮，前锋想要去走这个地窖还是比较难啊。飞轮的时间是50秒，移形回头架住过来，板区博弈一下。小玉想在这个位置把自己的飞轮时间拖好还是比较难的。其实守夜可以这个位置清板，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嘛。那这样的话是拿下了一个3抓，哎，3抓有救机会来了，因为等于说把这人的力。对的，但苏打他起码得要保平嘛，所以选这首歌剧一定是没问题的。保平就打到第4回合加赛。歌剧很难被多跑嘛，对吧？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平局争胜。那你求生者这边呢，空军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有时候其实大家去打排位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优先追 OB 位，因为我先把你 OB 位处理掉了，后面就不用处理了。对，尤其是像空军这样的一个满。看一下目标就是中场的星辰的空军。这一局苏打先往甲门去找了，带天赋是8挂阵啊，那感觉愤怒应该点的挺多的。只带一个挽留嘛，对，带一个挽留就够了。神局拉近的很快，前面已经到可以去骗枪的位置了。那我觉得直接把这把枪吃了也行，因为你也没有带兴奋嘛。对，早吃的话，其实他的一个签时间也不会很久。再进到板窗区，飞轮还有最后10秒钟。是的，对于现在来讲，他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有压力。但抽到一刀，而前面还不好转，对，有车脸上都是个大空地。哎，这个位置有点危险了，感觉可能会直接连吃2刀。对，冲过来有个飞轮想坐车，直接交闪现，不让你坐。第一波追击，苏打其实做得很好。很完美了，狮子也提前下来，不给信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现在是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对吧？你这个时间是没有那么好拖的，而且 OB 位的话没有了，对吧？你空军被处理掉了，没有人能帮我断节奏了。对的，苏打这边是想怎么操作都可以了。好在空军他稍微耐做一点吧，可以多挂一会儿。狮子也是直接盾铲，前面这个位置，求生者的密码机其实分布挺好的，化险为夷拉走。是的，而且这边也没有什么摊双倒的说法，要摊，要硬摊，真要摊双倒，要硬摊。那这样的话，空军的位置，哎，没摊到，这刀空了，然后再回溯回来吗？那空军是能够尝试转到墓那地的呀，亏的有点大呀。对，双倒也没摊到，而且这边这个人能26。说实话，要坐车要进墓地都可以，进墓地会更稳。那感觉这把的一个争胜面是比较小，平打这把其实挺难打的了，应该是一个偏平局的节奏。甚至说星辰如果在这个位置再清起来，就不一定是平局了。还好，如果这里溜起来的话，那可能真翻了。主要是这个点位没有密码机啊，干扰不到任何机子。对。守门人亮了之后可以过来卡。哦，是 Dragon 下来了，飞行家。最后2台都在修，要救然后过来扛。
尝试去争一个3跑，我说直接冲过来，喷过来，直接给刀，没打针对，救下来，想要硬扛，帮卡位。 前面可以帮卡窗。是的，不过确实密码机差的没有那么多。对，差50。看一下 Dragon 能保到吗？前面没有一个合适的隐喻方向。一个双板区，不过闪现还有15秒，这个时间感觉密码机是压不好的。对，扛到了。再回头，但是这个有回速。哎，现在这个转点思路，说实话，哎，被车撞，这么秀吗？原来是用电车哥哥来解决这个问题吗？哇，原来他还有一个队友，太有实力了，他并不是孤立无援。对。 我们都在想他往大空地上转，感觉有点危险。对，其实没有搞明白他的目的，现在懂了。交出闪现击倒空军，那这样的话，感觉还是有一个还好没有私人开门战，对吧？一旦他这里闪现没有收倒空军的话，私人开门战就危险了。现在3人开门战的话，还是能够保平的。飞行家交出绝处逢生，密码机点亮。是，另外一边的门已在点了，这里刷得快一点。 哎呦，这个时间好像来不及，门要开了，而且守墓人能扛刀，火在那边有个球，难道说这不会能3跑吧？好像有点极限，真3跑了，歌剧赶不过来这个距离，我的天，翻盘了，那就是一个3跑，恭喜 JW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精彩呀！第3回合打了一个6比2，主要是1v4可以，你这把我1v5，我怎么？ 再者说，就是你第一局如果不掏跛脚，后面肯定是没有机会再拿出来了。而且地图现在又是比较合适的话，那跛脚肯定是优先解。中场附近人全部被干扰到。十字形的话，其实开局大家都不是很放心的去破译的。主要是像园丁啊，还有守墓的位置，他们会去摇摆的比较多，反而是独栋那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好的，进入比赛画面，这一局真9带的是底牌挽留加闪现。对。 那反而是让莫武师去阻挡一个牵制啊，没有去带这个化险为夷。来看一下中场，先去驱赶一下守墓人，但起追的话，应该还是要往闸门方向走吧？对的，因为这边攒下愿力，连上 PP 下是不为所动啊哈，因为园丁毕竟开局有个盾啊，也不担心。对的，来交出第一个龙。对的。 其实有时候求生者被迫让监管去起追的比较早一点，反而更好啊。这边是一个反走，想去躲围龙，然后给到了一刀。虽然只拿到了1小格状态，但是其实1阶已经开出来了，可以再跟走一下，得看到视野再交龙。一波月龙到脸上，再给一刀过来的话，因为单化显微的园丁其实牵制起来是有点吃力的。没错，其实他也不是很好去交互。你如果是有弹射的话，其实也走不远。这里还是可以来一个8字龙走位，而且击倒的非常的快，出来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园丁给击倒了。就感觉是前期这边想去预判这个围龙的时候，反而是给到了一个平地刀的机会啊。那个是的，对那个位置的话，如果逼到围龙的话，愿力值是不太够的。没错，18这里是吃到了通缉，直接先下铲来。 靠近了，不然这里其实真9也是可以攒一下愿力的。现在不着急，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反正就稳定的手椅、稳定的追击就好了。是的，交了2层的围龙。那这边猜一个，还得猜一个。没错，但现在愿力不太够，只能跟过来了。对，状态条的话还是比较充足时间的。是的，这波手椅的话，其实穷者是小赚一些的。 哎，想等这个秒盾，但是也没等出来。对，因为真9这里打的是一个取消后摇的一个后跃。对，那这样子的话，就看一下第3次牵制吧，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密码机是不太够的。没错。哪怕说再去交一个化险为夷也不太够。多一些化险为夷的时间了。这个挂上的话，还能再看一波通缉是怎么个点法。选择挂到墓地，通缉到了，直接是2楼的枯草。 没错，这边救援的话，应该也是由枯草过来救的。哎，直接上2楼去逼迫，这边没有选择去交围龙去选择是打一个围路龙啊。对，8字龙过来，这边过不去，还能再来一个月龙，来拦截啦！道具交的很好，但是在挥闪现，是的。看到专龙这边愿力值的话不太够，哎呀，非常可惜这里。想打震慑，还在骗，一点压力都不给啊！枯草这波扛压扛得很好。对。那前面的话，其实这个地形是跛脚比较难处理的，得看一下皮皮虾能不能多撑一些时间了。是的。
然后去卡一下自己驱逐的位置。盾了，笼子一拆还能到前面的这个板区。现在愿力其实没有太好，得想办法打一个卡交互龙。对，那看到这边鱼虾也是一个反走，就是想去预判你去交龙。是的。然后这边再越龙过来，感觉距离有不太牵点极制，限。不过还有牵制到空间那这样子，走一个八字龙有没有机会呢？刀脸上。那密码级的话只剩最后的60。这把对于真人9来说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控场机会的。是的。密码级的分布的话是一个2楼以及 S 版。对，最后一秒的话是攻击到了木偶师，现在就是往木偶师的方向来赶一下，因为那台机子看起来是比较多一些的。对。那这个位置，木偶师不是他想找的那个人。对的，这个位置的话就让枯草先去外面待着嘛，先不要给到机会点，然后让满中他的木偶师出来扛压。是的。一波月龙到脸上，提前把路易交出来，防得很好。对。这样子的话也是注意一下外围密码级的一个动向，然后再去追。跟过来可能还得再咬路易。还要变，这边的话已经爆点啦。冷静版吗？哎，把自己罩到外面来了，再补一个龙。其实这里还是能变路易的，可以看要拆还是过板，直接选择卡板了。真我觉得他可以去等他结束了闪现击倒或者之类的。但他其实已经切插眼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另外一边密码机其实差不多可以压好啊。哎，奇怪，这一局的话，感觉真人9他是注意到密码机这个附近，但是并没有选择要去管密码机，感觉是想把3个人都控在这个门吗？反正现在他就是有一个上挂节奏的话，可能开门战会更好打一些。对。现在愿力是100的样子。应该是要把3个人控在这个门，然后插眼去管一下。但是另一边已经无伤掏下来了，他预判了人可能是藏在双11的位置，没有看另一边。过来再一次变身。但是马尾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其实他还能够又给照到里面去了，因为路易加速，是的。这边的话还在绕，还能再牵制啊。没错。这边愿力值的话不太够了，看一下再给一个龙击倒了之后不到这个到门口的话不太够愿力值了。而且先把人选择挂上。切了插眼的话，得看那边敢不敢赌硬把这个门给点开了。先过来，其实选择想直接管门，但18已经松手了。但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道具可以再继续玩的，虽然是在脸上有点晕头转向。对的，有点跟不上，不知道这位在哪里。木偶师没有飞轮线起来的会比较慢，还有一点时间可以给到他去处理。对。但这边铲子进度还是有非常多的，如果等完整个铲子的话，还是选择起来了以后对，但是很赶，这波感觉给套路到了。那这样子的话直接击倒，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往门赶，还是能拿下一个平局。另外2边也要汇合。对的。对于成都机器来说，他们意识也是非常快嘛。就当时进入到开门战的时候，其实守墓人在这边点门的同时，魔术师愿力已经够秒你了。没错。就你这个时候你选择别的监管反而不太好，我觉得选择不良反而是比较优的一个选项。是的。这幸运儿选的倒是蛮有意思，牵制的点我不想要你们进来，所以我优先把这个点给占住，把你们往外赶。对，往外驱赶。是的，那现在的话直接堵到了幸运儿的位置，那看来免不了一场恶战了。没错。那抓。OK， 来看一下起追。现在先交出了一个弹射往外去拉点，选择走的方向是走中场啊，选择了一瓶香水，对的。这边威龙压迫一下，但是没有视野，很赶。2个威龙交出来，这样子的话是稳定可以破一瓶香水的。是的，但也能够消耗到你这个龙，一个极限的时间。地道拿得非常的快啊！现在前面的话就完全是白板了，哪怕是你有庄园老友，其实你拉点对于跛脚来讲是完全不怕的。就你只能说你前期消耗愿力值很多嘛，但是对于监管来说，我能等啊，再给一刀直接击倒，这个击倒用的是飞轮45秒，比上一把更快。
就是他这个就是他风险所在了，就是你幸运儿的话很难去，面对到跛脚羊。是的。来看一下这边是压过来救，那感觉可以逼救的，他现在节奏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幸运儿下来其实没有太多的26空间。没错。现在还是想稳定给救援位来上一点伤害。架龙先摊救援位，然后盯一下幸运儿的方向。也知道这边的话你走不掉嘛，对，所以也不着急。然后一个双弹的话是，对，而且你走空地的话，跛脚羊是比较喜欢的，等你过来。再给一刀，是他打得好，感觉很悠闲啊。对，一点都不着急。是。甚至回头看了一下星焰的位置，看了一下伊森的位置。那这样子的话，就再过来去交个化险为夷吧。火柴这边还有个化险为夷，但是外围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上去的优势就在于说他们的状态条是不太好的。对，这边是给了一个半状态的11，然后也看到这边赶过来救人。到现在为止的话，技能也是没交过的。对的。密码机的总数来看也才3台多一点，不是很乐观的对局。其实知道你没有插眼，也没有说要去踹机子的话，大概知道是闪现，所以接下来幸儿下移的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闪现给吃出来。对。看一下狗狗还能不能给到一定的帮助，直接往角落去了，想看一下狗狗的状态。看一下这边闪现，闪现是给到了狗狗。这个位置星焰就要扛起这个压力了。没错，其实墓地里面这个点是跛脚比较难处理的，真的得看一个基本功的博弈了。因为前面的话，这边是交2个围龙去拿了一个双倒，所以说它的愿力值来说一定是不太充足的。看一下，没错，被招了过来，但是卡在板子另一侧。对，还能跟过。这板的话也不好下，但是成功拖过了一个围龙，手上飞轮在，先交飞轮进板。但压迫的话，板子已经下掉了，这边等你交出来弹射，转过来。但是弹射的话是能够拉开比较长的距离的，龙里还能砸到一个板。单板的博弈是非常优秀的。没错，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最强。这边想八字龙走到脸上，对，没办法躲了，因为交互时间会变得很慢嘛。其实这一波26已经比较成功了，把狗狗的这个对这个时间也拖了起来。然后密码机的话也是来到最后一台。然后就看一下求生者的一个拉扯，但这一局唯一不好的点在于说大家的状态条太差了。对，而且还是通缉到了11，甚至说这边是木50摸起来的狗狗，导致这个状态条的话，你可能平地上面的话都会有一定的牵制压力了。是的。现在香木也不挑，我知道你守墓人在哪里，我直接跟过来就好了。到脸上反正也要满愿力了，但他好像找一下。跟错了位置，但是同样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愿力值。是的，但是好像到脸上了，看到了。对，铲子一交。板子也全部都下好了。先架围龙，但是好像架出去了，再补上一个。对的。其实这个地方是有点复杂板区的。打出来了。这边的话，围龙应该也是马上消了，钻回来，再进这个单板，这个单板可难牵制啊。没错。走到脸上，但是还是被车隔了一下，2个人不太知道在哪里。那直接传送了，不管了。哇，落地下来一个板，这对于新阳梦的节奏非常。趁机来再摸了一下密码机。对，非常不舒服。但是这边，维龙是把这火柴吊船员给召回来了，对。可以变路易，再强开，对。不行了，要挂，不然的话都要强开了。是的。因为现在的话，他们是弹球更快嘛。因为如果说等你的传送拖好的话，其实后期开门战不好打，你看直接开了。直接开，没错。对。那这样子开密码机的话，有风险的呀。他们就想保走一个吧，因为脸上留一个木偶师的话，还能稍微牵制一下。而且你的传送是已经交过了的。木偶师再怎么牵制，这边是有挽留的跛脚羊，难度有点大吧？能折一个龙吗？看一下。这边把围龙给拆掉，就是小骗了一下，感觉还能再折一个龙啊。对，那这样子往门赶，那边的话，感觉要走门还是有点难啊。他觉得守门人可能要回来偷狗狗，所以他把木偶师放出去了。对，他耳鸣一直没响起，看一下怎么去判断了。在这边要往椅子这边靠，是在墓地的红蝶亭方向。对，但地窖的话，其实地窖是在对角线，在甲门的。对，这边应该是有了，过来应该是能够看到脚印的。
那其实没有太多的牵制空间了。嗯，一波跃龙到脸上，直接拿下了。对，感觉他们是主动去，放弃平局，就是说放弃平局的可能性了，还是要选择说尽量保走一个。还是得带2个吧。嗯而且前锋其实他如果要带一个化险为夷的话，那他还是得带个飞轮，你很有可能前锋后期会被针对。其实这局的反而焦点就在于基业师以及飞行家了，就这2个。飞行家可以来分摊一个破船的入殓师，这把他得看一下他的一个技能去怎么携带了。其实他摇摆空间还是比较大，有前锋在的话，你这个兴奋好像得带，但是你如果是带兴奋的话，你就怕追不到人。我觉得他也可以。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往入殓师的方向来，想直接上船来打一个拦截，而且身位拉的还比较近。这把小天赋是点到了快踩，以及一些抗性的天赋，又把狗狗往自己的灵柩方向压了回去。这个位置的话，就利用这个长窗去绕点吧。2连雷，雷到了一下。是的。一波卡红光又回到了脸上，其实狗狗的位置是有一点尴尬的。这里窗虽然比较多，但是它其实不是很能拉开。对的，一个5秒雷去卡位，对，而且弹再绕回来又架住这个位置，感觉要吃刀了呀。对，再吃一雷。还在架。再等一个2连。张皇开启遥控直接收走，飞轮躲一下，哎呦，格双没给到。极限，这个飞轮救了他。没错。对，而且前锋已经过来要陪跑了。那这边是偷瞄到前锋的，所以说有一个意识在。也希望梦他刚刚隔窗已经看到前锋了。对。哎呀，那这样子给一刀转出来之后，但也好，也给了狗狗更好的一个牵制空间吧。但他很尴尬的点就是他没办法离开自己的灵柩范围，想移形过来赶距离。但把雷量是够的。是的，一个风位，然后就收到。对，这里就很尴尬，一直都带离不了自己的灵柩。虽然这个移形交了，但是这一波救援要怎么说呢？那我觉得就直接不救吧，让自己反身，肯定是这样子打的。这个角色选出来，他们就是肯定是这样打的。自己反了，因为你移形交了嘛，我的目的其实也是做到了，就把你的技能逼出来，而且就把你框在这个小范围的地方，让你管不外面。对对对。往玉米的方向去，感觉还是想要跟前锋打一下配合吗？应该是想说尽可能拖多点时间，然后前锋这边也是在旁边虎视眈眈看着，因为你技能是已经交过了的。连雷没雷到，这里头还是得看自己的一个基本功，把这些雷都给扭掉，没能做到。但11的话就在脸上，可能还是得多消耗一点他的一些雷量啊。这个定时雷定到了，摇到了，是的。那要不要选择？我感觉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就是想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而已。干扰一下嘛。还防了一手撞救。淘汰之后，其实整体密码，这边先挂上。主要还是要给压力，这耳鸣一定不能断。对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密码机拖到最后期应该是差一个半台。小半台是的。然后这手项目有底牌，看一下等下会不会选择一个传送落地了。对，现在也是在看外面密码机哪个抖的比较厉害，但是他其实传出去的话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万一传到了娃娃的脸上。看一下，这一系直接就近传。移到海侧，对。飞行家道具还比较充足，但这边的话应该是想去一个高喷上到大船的。但是身位没有拉好，对，没过去，没错，可惜了。他自己也能够把自己的遗产给带走。又2连雷，又给到一下，这个雷吃的非常快啊！又2连雷，摇在手上，看一下，能摇到吗？这个道具怎么说？给一刀能交出来。这边还有个半台密码机。但这一局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个手语压力了。对于学员方来说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点，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剩下2个人都没有回光返照，而且他往这边过来的话，其实是能够先处理娃娃的。哎呀，前锋拉球，直接一个急停。哇，这个密码机抖动的很响啊，可是娃娃也处理掉了。感觉是要被站住了，确定一下进度。这边伊森也是往外爬。对，先攒攒雷。我觉得可以直接追前锋了呀。要不直接把前锋击倒啊！想先把他道具给耗掉，
这边有飞轮有球，千万不能给机会。感觉可以回了，感觉可以回了。是的，因为现在我就站在密码机。是的。这边你也不好交志气，外面也不好修，因为结石修不动了。现在看一下啊。 他现在就是把所有人打成一个三角形，不让你们彼此贴近。其实这样子的话，求生者就陷入了一个僵局。对香木来说的话，他也可以选择扑雷去牵人嘛。是。但是有个前锋在的话，这个操作就有点难度了。看一下，他还得防着星夜想要过来偷开这台密码机，但其实的话，这些是自己有点抢不太开的，还有10%。节奏修的太慢了。动了杀星。 哎，2个雷全中吗？这么准！这边2连雷，那那边2个人想要过来抢机子了。对，能意识到吗？遥控还在手上，直接摇倒，飞轮躲掉。但是还得管机子，不能给机会直接喷走，但还是摇到了一下。这边拉球，背包，2个人都走一个方向，那有机会都被炸到，可惜一点。我的天！ 现在又陷入到了僵局，有点大。为什么？因为对西安木来说，他必须要在击倒的同时，没人可以碰上密码机。没错，但他现在其实还有一张底牌在手啊。如果你们硬要抢，这种底牌不能切市场。如果切市场的话，有可能会出大问题。其实现在就把他们往外赶就行了。我觉得这底牌先不着急想。对的，移形。 遥控去封密码机，移形出去找，移到脸上，这边2个人都拉不走，2个人落荒而逃。虽然都还有道具，3连雷，感觉得交啊，但2个人又跑到同一个方向。是的，但是好着急，一个没有中。是的，能不能外边碰到密码机他是有回亮光返照的，唯一一个有回光返照的人。哇，那。 脸上只有一个前锋了，对，移形是已经交过了的，堵雷堵得非常好啊！是的，对 SCT 来说，这后期的这个连雷基本上一个没中。哎，他们后期其实是绷住了，下一两边开2边门也可以。对的，有人管不到了。然后前锋这边的话有个飞轮在，然后遥控这边交过，所以说面对单雷的话压力不是很大。地窖位置就在双11。对。 看一下11的转点是怎么想的，站住，但是他是在玩一个偷跑流，位置拉的比较开。对，但这边双11插眼了，还是能去意识到位置。而且手上还有一个飞轮。然后对香木来说的话，尽可能去等一下自己的遥控，只要遥控等到的话是比较好收走的。这边2连雷没有，3连雷没有中，等一下这个角度飞轮规避了，但是雷不太够了，我的天，单雷给炸到了。 因为走位其实还挺好的，一直把前锋往双11的船的那个船头皮上的那种。我觉得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能够去争平的一个角色。对。而且一旦你在牵制上给到一定的破绽的话，不只是平。没错，就还是那句话嘛，毕竟他们是容错比较低的，古董商还好，只要能够把时间给拖出来，然后尽可能把这个闪现给吃掉。但是针灸的话，说不定。 在技能携带上是有一定的摇摆的，因为有一个空军和一个古董商在的话，任何人过来救援，感觉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能够硬控。好的，进入比赛画面，这把针灸是带有兴奋的，但选择是往小船来追击马尾的心理学家。看一下，找这样的话是纯点刀的快踩啊。对，哎，这边回溯的话距离也不太够，选择。 直接翻过来，再把板子下掉。那这样的话，双11这个点位其实就被破掉了。持刀的话，感觉得转走了。对的，但是拖了比较久的时间，第一刀。对的。双11这个位置对于歌剧来说还是挺难受的，太多窗户要去，哎，但这边回溯交过，然后影月也断了。断了，是的。 那摆脱这个时间呢，要选择换去追空军，因为毕竟带了兴奋，这手兴奋还是得用出来。你下一换追的话，其实求生者是能够意识到你这把是带有兴奋的。那这个枪的话，我不一定要交了，就闷你这个技能。哎呦，一个蓄力刀拿到，不，弹射拉走，想把人困在这个双11啊，但是人已经转出来了。没错。 这个地方没有封窗的话，其实他要处理起来还是比较难受啊。啊，这样子还是，还是可以再跟你玩。对，等影月这个影子消失之后再翻窗。对，很细节。这边2个窗户，你看多限制。就没有封窗，你很难受。对的，你就一直得翻，而且你是没有终结技能的，没有闪现。现在回溯过来，有机会打了一个隔窗刀，是的。但密码机整体已经1分半了。对，整体已经够了。
而且空军还很耐做，你如果想要去打一个手椅节奏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就我觉得他们其实成都机他们非常聪明，他们在于天赋上面的选择，就知道这一局我空军可能被手追，然后带一个双弹，然后外围的话，你像古董那个佣兵啊，以及心理都带了一个化险为夷。是。顾曹已经就位，脚一是看到了。 没错，跟的话可以逼一下呼曼回速往反向逼，因为觉得空军的座椅时间还是比较久。而且他这一波一回弹的话，也得来了呀。是让真真九觉得你这边可能要派另一个人来，然后再过来救吗？对，这么的子，他就是玩一个反的心理学。我的天，这就是思路吗？这就是骗到了。可以。 确实有效，对，而且把专条压得非常死的情况下，卡半救下来了。对，只有空军给到队友的救援压力不大。是的。哎，下一真九他这个兴奋，现在就不是，现在这一局已经不是真九的对局了，因为他现在是很局限了。对。而且这边的隐约一直会给到15点呐，现在转过来在追空军，直接去角落啊！我这枪就不对就不交。开门战的话，我这把枪在，那你这个兴奋切不切呢？是的，对吧？ 然后外围的话，心理还能再过来交一个化险为夷。错，而且这心理学家还是有回光返照的，已经提前贴了过来。密码机的话，2台同开，加起来的总量已经不到50。对，这一局有个优势点在于说，密码机不是将够的那种，它是已经够的那种，所以说它是一定有人可以贴门的。对。那开门战交枪的话就很有说法了。看一下，先给一刀，把人救下来。 还能拖一会儿，再给到空军。那这个时候真就还追空军吗？那感觉等一下就要开枪了，而且卡一个交互就要直接开了。踩板就开了。 交枪在这边直接隔双刀，但没关系啊，这边你兴奋一交，我另外一边然后这个技能一交了，好，你已经管不到了，3个人都在小门集合。哎呦！ 但这样子的话，对，那门也管不了，没办法，只能目送3炮了。是。那这一局的话也是恭喜成都之际拿下比赛的胜利。哇，这个有点猝不及防。有点对，就怎么感觉好突然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把机是放在哪里吧？ 是要看一下能不能处理掉娃娃也是比较关键啊。这每一个人其实密码机，你要是说是给他外去单独进行破译，其实破译的会比较快。是。再加上气象这个角色，就算是他打成了一个双倒窝，或者说运营，其实给到你将位机会也不大。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选点，是把前锋放在了中场机械，在这个学校门。是。看天赋。看前锋这边是不是带飞轮化险为夷的？感觉化险。 上两红牛河是直接去往中场，先把过客赶走，看陶宛这边位置能不能直接进行追击。娃娃是直接放出来了，遥望玩偶是可以到时候直接破译独栋密码机。哎，在这里钓鱼，想钓一下过客，逮到了，骗到了过客一个身位啊，因为他可能觉得你已经去追到机械了。没错，这里起源是想直接追击前锋，但前锋这里也有球，其实有博弈的空间的。这里先拉点球，拉球停了，那这样这一刀拿的还是非常快的。是，因为本身。 拉球跟前他之间的一个身位不是特别近，特别远啊。对，这里在预判位置，看能不能跟钻。这个围龙好像不太好拿刀，再拉球，时间到了。愿力现在不太够，不太支持他放第3个围龙。而且交互的话，本身前锋也是比较快的。是。现在还剩8个球，飞轮也好了。过客可以直接去前方的2板，利用电车挡一下位置。 挡一下视野啊！是，我这边把他逼出了双1。哎，他其实可以想看他这个围龙到底怎么放。对，但感觉声乐的话有点离监管太近了，导致，所以说就击倒的会比较快，可能在板内博弈空间会大一点点啊。是的，他其实是想着躲他这个围龙，看能不能是避免放在里边，但对，主要前也一直抬手会给他一个假的一个错觉。双方的博弈嘛。对的对的。那看到这边。
过好在其他人都是有化险为夷的，所以说谁来救都可以，就谁离得近谁就来。没错，给个化险为夷。外面密码机其实已经很多了，因为陶宛这边作为一个机械师是起的一个假门，再加上独栋，独栋那边是有2台的，也就是说2层阁楼这里是没有刷密码机的，对，别带走就行。是的。直接是开局一个双修嘛，这边的话也是没有活出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啊。接下来就让回忆就可以了。对，等到了一个红圈的状态。哎，那稍微倒得远一点，尽量也不要给到起源这边干扰其他队友破译的一个机会。别干扰到遥控玩偶其实就行，但是挂在这个位置是稍微有点干扰的。还好陶宛这边已经过来了，他也是有意识到啊，说你这边的一个密码机是有在摇的。没错。因为他现在技能也没有交过，所以求生者这边他也要防一下，看你这边有没有可能带失常，所以过子来贴。那这边的话还是想再拖一下，毕竟前锋的话刚上野。是。密码机其实已经蛮多的了。没错，刚刚你要是直接救了的话，让他少做了20秒的时间。这样的话半状态救下来，其实密码机就差2个半台了。前锋现在就尽可能的溜走，或者说是导远，现在导墓地其实就行。但陶宛这里是可能想保一保，对的。帮忙拆楼，那这里是打到了机械的一个双导，不过无所谓，因为本身他的密码机是让娃娃去破译的。没错，前锋这边带的是一个单配合加回光返照的，看自己能不能撑住，因为外面密码机少的一台，现在已经是62了。这边的话一个连续钻楼还是倒地了，那这样的话会进入到一个淘汰的节奏。机械还是在刚刚的一个红雷霆的位置啊，密码机等挂上之后应该就差个20了。陶宛这边就算被挂了，其实也无所谓，毕竟他是个械师，到时候可以操控自己的遥控玩偶，给自己一些压力，对吧？对，所以说对于起源来讲的话，还是优先管一下密码机。那现在的话就是差甲门那一台了，对这样的话有点压不好啊，应该是还是能提前清起来的。是的，密码机现在才97，还不太够。对的，那陶宛那边是交过自愈起来的，因为回忆这边是一直在破译。然后过来再给个化险为夷，给个化险为夷之后再亮。看一下娃娃，直接手。对，娃娃其实已经提前贴门了，这边陶宛也没有太多的啊，直接切了一手失常，因为前面的技能是没有用过的。但他失常了之后，你必须要找到第2手节奏才行。不对他来讲，应该人还没有走得太远，因为刚刚人就挂在 S 版的一个位置啊。对的，稍微排一排，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的状态比较残，其实也不太敢贸然去破译的。看能不能逮到飞行家或者说是机械师了。一旦要逮到这2个的其中之一，其实这一局能帮助到起源有一个4抓的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像陶宛那边是有在起薪的，另外一边的话2个人还是在调状态的。但陶宛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说一旦要被逮到的话，起源其实可以利用自己的围龙一直来回拉扯，打你这个求生者的节奏。这个耳鸣其实是那个娃娃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动向。这边意识到了有在新开密码机。这个遥控玩偶一旦要是去破个甲门的，也能破个不少。是因为它的一个电量还比较充裕。不过现在你在追击它本体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功夫想要去可以去破译的。然后再拖，但是这里也有个电车，故意往电车轨道上走。但是自己被撞了。对，陶宛其实就是想牺牲，就是你就算赶过来打的话，那你一起会跟着电车被撞。对。不过起源这边稍微等了一下，因为那个时机的话，确实是会优先撞到求生这边。没错。那再把它往甲门跟独栋中间挂，还是能够管到那台密码机的。是，起源并没有上当，自己的时长马上要好，可以再过去补一脚。这个娃娃必须要处理，如果说不处理，哎呦，这个娃娃在背后卡着的，量还是比较多。空调在密码机给压力。这边的话还是能再去踹一脚，对，优先踹一下密码机，因为你这边的话，就算无伤救了，也是消耗了他一次上野的一个淘汰进度。是。围龙没能圈住，而且刚2个人在救援啊，所以说没有人去破译新的密码机，这边可多打一下外面其他人的一个状态。他这个娃娃索性就不动了，就只能利用开门了，因为你现在把娃娃，对你就算把娃娃放到甲门呢，起源肯定是优先把你这个遥控玩偶打掉，那你这个娃娃就算牺牲到甲门，其实并不赚。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是比较赚的，是的，因为你就少掉了一个开门的力量了。因为本身3个人去拉扯的话，有没有人提前贴门也是比较未知的一个点啊。没错，机械师这里不能再倒了，因为机械师现在已经没有绝世风声了。是有看一下，不过我感觉求生还是比较想优先去抢一下甲门那台，毕竟进度会比较多一点。是。那这边的话看到了回忆，一直是在中间来回卡着的。哎，起源现在虽说不着急，但是他这个刀也要陆续赶紧去拿了。
毕竟你这甲门加上独栋2台密码机都现在同时在起，而且你的市场会越来越少啊。这一波还是会比较赚，一下把空调打到了一个很残的状态。但这里必须要赶紧进行追击的，一定要击倒空调才行。因为起源现在目标就是把它击倒了之后完成上挂，到时候再能控住学校门，这一局其实它就有一个3抓面以上，至少还能去争一个4。这样的话确实是再继续挂在这2台灭瓦机之间啊，还是往陶丸那边挂一下。是。因为现在虽然密码机它也不够嘛，所以说它现在挂上之后，我可以再去找你陶丸，我离身我再去换挂。对，而且这样的话，气象跟飞行他们2个人就算救下来啊，离那台比较大的遗产会很远，想要补到密码机比较久。对，其实是可以找的。起源这边就是想追，后撤打到了一个震慑，那边人的话刚扯下来，这样的话陶丸会进行到一个2挂。是的，因为起源这个打法呢，他就是打算把你求生者，我来回换挂，我把你们求生者全部给磨死。对，就是状态跟道具以及这个淘汰进度都给刷到极限。是你现在回忆的道具你是虽然还有，但是你飞行家现在道具你还有吗？你没有了。对，加上这边的话，本身机械它上挂飞，而且的话，这边这个位置砸没砸下来？哦，但是摇下来了。得直接亮，现在空娃直接开门，没有回光返照。起源现在的机会还是有3抓的，对，但4有一点点的难。这边的话看能不能解决掉陶丸啊，又是一个想利用一下车啊，但是离得会比较远，想倒在轨道上。但本身的话，因为他没有自愈啊，所以说这边也可以不管啊，先来管一下点门的人。你看到了回忆的一个位置，是这个娃娃处理掉是比较好的。是，再去找回忆。但回忆的话，直接一个层云已经是贴近到了甲门这边的一个位置，因为值比较够啊，其实对，所以说还是能给他拦回来。没错。刀差一点点。不过前面的话还是笼子的一个范围之内。没错，那飞行家现在是能直接出去的。那起源这一局其实是正常能拿一个3抓。飞行家也不敢贪了，只能直接出去。对，这一局其实刚刚差一点，如果说这能挂上椅子，那这边起源节奏也会更好，能耗他们更多的状态嘛。对，因为可能开门战上来讲，要在70秒。对，本身这个阵容的话也没有说修得特别快，中规中矩的一个进度。那您这边会选择去带什么吧？因为你这个阵容也比较扎实。但是同样的4个点，但是本来是想让监管去选中间，但是发现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监管选手都不会去上当。是的，因为你要选中间4个人的密码机，他都能第一时间去破译，他根本不怕你。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能够分到对角线那边。监管者上来直接去往了学校门，打算去找一下飞行家，并没有，直接先去往中场。但中间是没有人的。对，而且沉默人的话，那边已经是上到2楼去观察了，看到捏捏是有往中场2楼去走啊。上面的话是白纸的魔术师，他好像是通过这个耳鸣范围是直接觉得你2层阁楼是有人的，因为这个2层阁楼是刷在上面的密码机，你要是为了破译，肯定是会直接上楼的。哎呦，上来是先拿了一刀，对，过板直接拿了一刀，因为中场也没刷嘛，你想要快点破译的话，肯定会上2楼的。对，这一刀虽说是对状态上并没有太多的帮忙，但是捏捏这边多了一些存在感啊。是的，而且这边的话是个黑龙啊，你就算交了分身棒，其实还是得在原地去牵制的。这样帮助并不太大。对对对，因为已经是笼子把你的交互点封住了。这里的车还拦了一波，那又是同样的情况。你这里点位你钻板子你翻了，这边可以依靠自己的体型直接移过来。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你交了魔术棒的话，你身位还是很狭窄的一个空间内啊。只要我大概在这个范围去挥刀的话，你很难说溜出来我这个刀系范围的。今天这个围龙其实放的就很聪明，也很细节，就限制到了这边魔术它整体的牵制空间了。是。所以说这个击倒时间还是比较快的，而且省下了自己的闪现。对，对于求生者来讲，并不是太能接受。其实我们说的这也是撑了一个70秒，但是这个是从开局算的，而不是说是你在面对一个监管者牵制的时间。好，那这边的话是在外围先拆一下龙，这边挡了一下刀，能多拿一些存在感。再拿一刀。是一个半状态救下来，不过现在对于白纸来讲，看一下这波能不能说把技能给逼出来啊？是的，因为毕竟的话，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还有一个飞轮。好，现一个分身进入到一个板区，在骗，但这个板区来不及进。对，也是被刚刚捏捏的一个笼子给罩住了，所以说每次想进的话，一定会钻到另外一个方向。第2次牵制把自己的道具全部都放光了，现在身上只有一个飞轮，那救下来失误役，其实他的牵制空间也并不太大。还是看一下能不能让他36的时候尽量，要么消耗一下这边的愿力，要么把他技能给逼一下。是，不然的话，这样的一个区续2次节奏，其他人也很难顶。对的，求生者这个
节奏其实现在很危险，大副现在想要强行过来给个化险为夷。对，他的一个位置呢已经提前被拦到了，这边其实已经很极限了。这个位置一旦要是给到刀，可能就很危险了。我好在是都摇到了，对，而且来的会比较早啊。虽然说一直没有贴到椅子跟前，但是淘汰进度还是可接受的。啊，这边先帮拆龙。是。那南这边也是保证了一个整状态走的，哎，回来之后再扛了一刀。那这样的话，这波状态掉的实在是有点多，得看一下白纸能不能尽量的，至少把愿力耗一下。等等，去哪里了？有点找不太到了。是的，在2楼了。是。哎，而且跳下来，感觉跳的有点，应该是会上楼。对，跳的有点早。我觉得对于求生视野来讲，他没太会想到，监管其实有一段时间找不到他了。是。但这个笼子是对，有点把求生给罩在外面了。宁宁认为他会进到一个板子里，所以说的是他打算直接围龙，直接把这个墙体全给封住。这边抽一刀的话，还是能够再去上一波2楼。对，这波牵制时间其实牵制的就比较长了，对，牵制了不止20秒。还是大副那波扛刀会比较重要，而且你本身救下来2个人也是有一个相同形态的一个样貌改变啊。没错。那这边已经开始跟了，因为其实密码机会比较多，帮扛了一刀。如果说接下来接着帮忙扛的话，这个密码机是有机会能脱够的，甚至你现在就算能打到针对，他也能直接强摸。是。怎么说？白纸的身位其实是离得有点远的。不敢交闪嘛？你要是一旦对，因为你交了的话，开幕战就没技能。没错。那这样的话已经不用帮了，因为密码机是压好了。是，直接去独栋。是。你打归打也无所谓。还交了一个龙。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妮妮来讲，她开幕战的愿力并不是特别多。是的。门的话贴的也是比较及时，已经是在点了。现在就拖他的时间，窗户可以翻，但还是他格打到了一个恐惧震慑。是的，但你毕竟还是要挂这个人啊。如果绕过来再挂上的话，那边门是已经完全开掉了。对，就得看沉默人能不能赶得到。沉默人现在手上还有个喷气背包，一旦你要是说是切着传送，他可以直接走地窖，地窖应该是在墓地外。行，这边移到了脸上，还是很敏锐的，有预判到这边沉默，得看这个笼子能不能罩住，罩住在脸上罩住了，是的。那这样还是极限保了个平。对。沉默人这波非常明显，因为捏捏的话，当时通缉是给到了大副的，但是他这个移形完全是奔着飞行家那个位置去的。沉默人的点位主要是还是比较危险，他实在是太靠近魔术师的点位了，或者说是太靠近学校门，更稳定一些。所以说我直接给你摁掉，我们就拼其他的。都在明牌打。是。求生者也知道你监护者是想选择什么，那你监护者这边也知道他对面求生者也大概带的是什么天赋。入殓师这边感觉也追不上，也犯不上。对。本身可能追正常人的话，你可能都需要，比如说像闪开高侵蚀度啊这样子的，但你心里吃3刀好像就不太形成这样的一套流程。所以节奏同样是艾维看一下这个打法都是直接把伊森人先招出来，先干扰密码机为主。那这样的选点的话，其实求生前期也不会退得太快，还是优先让入殓他去进行一个很大范围的拉点啊。是的，先是把灵柩放在了大门附近，本体到了小木屋。这边想再回海边找人的话，承载也没有给到任何机会，一直在往大船上拉。第一时间没有去小木，因为小木的密码街是直接被锁住了嘛，所以说你直接去干扰它没有什么意义。是，想过来直接追一下空军试一试。他的近视度也是比较高了，已经是到了62了。没错，空军手里有一把枪，自己带的是个闪现，看这把枪怎么去用了。如果用得好的话，是有机会抵消掉一波满侵蚀度的啊。交了这把枪就回去走那个侵蚀度的圈，对它的一个眩晕时间会更长。是。稍微干扰一下中场。哎，这位置其实是有一点危险了，因为他闪现马上要好了，承载现在不能给一个距离的闪现。哦，侵蚀度直接满了，那这样还能接受。是，刚的话也不太好去闪，因为身上是满侵蚀度。空地想要交枪，承载现在绝对不会回头，但是走个空地就直接能把这个枪给交了，妮妮现在就有点难受了。对，那他这样的话又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身位拉到船上去了。是，还要继续进行追击。这边是一个沉默人，沉默人是个心理，想过来抓他拿刀有点难啊。该也只是先干扰一下。看一下承载的话，这边也没有说在一个地方等住啊，直接是往更远的一个位置拉了。因为捏捏他一直在调伊森人往外干扰嘛，所以说给到承载这边的追击压力没有那么大。你现在再追击，你闪现虽然还在，但外边密码机已经掉了2台了。对的，而且这边身上的侵蚀度还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节奏宛如刚开始，要闪现过去了，闪现过去先喷，喷完之后再拿刀。喷中了73的一个侵蚀度。是。
现在就看能不能来得及甩掉这个14人的喷了。看能不能躲掉。啊，没有躲掉，能躲掉，但是灵柩已经画上了。是飞轮，想飞轮尝试规避一下这个刀，但是其实没什么意义。就算躲了也是空地啊。对，还是会拿到这一刀。对的。那这一波如果是反胜的话，其实对于捏捏来讲还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干扰外面啊，因为你还是要去优先找一下空军那个位置。啊，在海侧这边，而且密码其实已经亮掉了，周围也没有人去破译，只有小木屋里面有一个。没错，监护者现在节奏非常的差，你自己又没有闪现，也没有2击，空军下来还有一个牵制的空间。对，这就是反胜的一个好处嘛，我不给到你存在感，那即使你是带了一手张狂的，传了过来，想要拿入殓师的刀。对，那这样空军是可以直接上大船了。对，而且看他有没有机会直接跟心理会。白纸这边的话，飞轮底先消一波侵蚀度了，消掉了。消掉了。消掉就直接带走，因为这里有个地下室，你觉得不能倒这里，倒这里的话，佣兵过来救，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双倒的风险。看一下承载那边是回到大船上，不过那边的一个陶片也是已经掉了。承载现在可以直接要移情，心里现在只要能把移情给上，或者现在节奏又将继续断档了。对，哦，现在已经是在一个移情过程中了，看能不能打断啊？没有。是，同时站在这个缺口处，你就算过来14人过来，你也没有办法打断掉。是的。现在再接着追白纸。但是追白纸求生者其实他也是比较专业的，接受。对，因为你白纸，等一下他作为一个入殓，他挂着椅子救下来之后，他有一个灵柩到时候利用在开门战，他还有一个底牌了。就相当于说，你就算我没有回王反杖，只要我开门战的时候有个灵柩反生，其实是起到一样的效果。是的，甚至说更拖你的时间。你现在抓了入殓师，相当于是给到了对面求生者他又一张牌的可能。这样的话，只要看一下密码机能不能够，因为中间的话被干扰的很厉害，所以第5台的话还是差一些。直接先打一刀，就很果断，但现在这一刀的果断并没有征服。空军那边是有被叠满啊，但是其实他在快被叠满的时候，有意识的往那个洞口去跑了，所以说导致捏捏就算传过去也没有打掉他的状态。入殓师这边不怕呀，到时候自己再放灵柩其实就好了。是，这灵柩反自己，等你挂了之后再说。大船这边也接着破译。不过他们的一个第5台还是会慢一些啊。是。但干扰不了太多了，你捏捏现在敢出去吗？你一旦要出去，入殓师这边就活了，因为入殓师这边没有再办法进行一波寄生了。是看一下那边在争分夺秒的希望2台一起都是40多的一个进度，是想打一波针对。那你大船密码机现在也就直接能配到5成以上了。那这一波的话还是有一个无敌时间的，看一下这边2边双板加上自己手里的飞轮是快好了的，看能不能再吃个闪。对，或者说看一下能不能尽量的给不到捏捏那边提前控门的一些机会。其实现在可以过来帮忙扛，能扛到吗？或者说帮他堵个路也行。已经是飞轮躲掉了这一波，把闪现给交了。那这样的话，另外一台密码机是已经马上要压好了，而且现在这个距离赶过去你是控不住的，他那边会提前亮掉。是的。其实我是觉得不如往前面那个洞口走，往洞口走的话，空军直接把那个路。对，感觉刚刚的交流会有点小问题，就是一边是想翻窗的，然后另外一边，空军那边是直接跳动了。可能求生者这边也是着急吧，想要把他闪现直接逼了，快速打个开门战，现在就直接强行点门。对，不点了。而且这边的大门被偷的进度比较多，已经是点了59了。那现在就要接着拖挽留了。而且南这里的话，其实蛮能抗压，因为本身是个满状态，加上有3个护腕。如果说刚刚直接头铁点门的话，监护者就只能选择我传的一方，然后去拿刀了。那你传这一方，你再想着传回来，这个门基本上也要点开了。是的。看一下地窖的位置的话是在船下。是。这个的身距应该是那这里想过来偷袭一下点门的人啊。但这是个佣兵啊。对。刚刚能拿刀。感觉刚刚平地能把心理学家给追到了。是，我是觉得那一刀我拿到比较赚吧。因为可能击倒再传这个门也没有时间点那么多。他太怕了，他太怕这个大门直接被点开。对，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前期会被偷了很多进度，因为他当时还在针对到入殓嘛。没错。求生已经提前贴门了，那这样的话小门的进度其实也比较多了，我感觉要不要就专心先管一下这边的一个心理。他不能再拖下去了，再拖下去的话挽留就没了。没有挽留了，那边门都可以强点的。是挽留，现在还有一个33秒。刚刚那一刀你没拿的话，刚刚那一刀如果说是能拿了，他至少是在保证是一个平局。对。那你刚刚那一刀现在
再想办法去拿的话，几乎也没有什么人对，而且机会了。而且主要是他的挽留一定在闪现好之前是结束掉的，后面就算有闪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收益啊。主要是必须要一刀击倒才行。现在有可能是3人3跑啊，关键。主要门的话，求生也没有给到你机会嘛。现在还想着接着库门，海边是个地窖，是在船下的，大门现在马上要开了。其实走门也可以啊，因为现在门的进度都很多。是小门进度是77吧？哦，大门多一点。哦，大门多一点。哎，小门多一点，小门多一点，小门现在是77，大门是59。对，现在点上的话60多，而且已经是没挽留了。佣兵的话也不怕，这边感觉想抢点啊。那就头节点啊。对。你拿了这一刀又怎样呢？门直接开了。我想闪现打一个有飞轮关系的，他飞轮能直接补。一定先飞轮往前冲。是的。这样的话，南再稍微拖一拖时间吗？南现在就可以直接闯门了，闯门然后让沉默人去走地窖，因为你的1、4人在两边的门，你没有时间去管到地窖的一个位置。对。所以说你捏捏刚刚没有去拿心里那一刀的话，对于他来讲就是一个亏的，因为你当时的一个平均面你不拿，你想要去摊一个3抓，那你后边带来的代价可能就是3人3跑。对，只要挽留后面被拖够了嘛。对，毕竟你的闪现是在离，毕竟这张图雕刻打的也比较多了，然后对于一些基本的一些点位的话，会有比较自己的一个理解在。没错。对于自己的一个雕像比较自信，而且确实他在面对到古董商跟空军，他是有自己的反制说法的。是。对，两边需要。就带移形或者说闪现了。带移形的话，就是防止空军过来交枪。对。而且主要是面对到雕刻的话，你并不是特别好打团，因为毕竟它是这种多刀型监管，而且手会比较长一点。没错。尤其是我后面开了2阶之后的话，上来直接去往小船找过客，过客这边作为一个古董商，看能不能猜出来监护者这边带一个兴奋了。哎，前期这边绕点的话拉进了不少身躯啊。对，因为本身的话他可能刷的也比较靠里一点啊，所以说没有太充裕的一个身位去拉点。这边的话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夹击范围，直接云门。不敢正常翻窗，你要是正常翻窗，怕监管者直接会被夹后合。对，你不能赌这一手啊。是。这再一个预判，回头打2个机关枪。但是这个雕像回来也是都躲掉了。对。两边真的是打得很流畅啊，把自己的拳基本上该交的都交了。是的，那回确实感觉到稍微有点打不太动啊。这边有一个封窗的话，你这个点位不能一直跟我去玩了。没错，这样裁判也比较快。是的，马上手也有一组雕像啊，看一下能不能打到一些伤害。只要他现在能拿到1刀，那他的队友也就知道你是没有带挽留的了。拿1刀，张狂也知道了。张狂想了封窗的话，刚刚过客这边也是肯定会跟队友爆了。对。现在就看梦幻小迷能不能去逼到一些身位，但是我觉得过客可能能猜得出来，你既然敢过来追我，你就有可能是带着兴奋。是的，所以说前期的话就已经把这个，但有云门啊，哎呦，这边的一个飞轮躲了1刀再翻了窗。是的，感觉亮的还是稍微的等了一下，他不是第一时间亮的，对，有点观察了一下过客他的一个动向，再去亮这手兴奋，那这样就给了古董商他反应的一个时间了。但是这样牵制时间已经是差不多3台了。但是密码机8成的是大副的，对，这本身他破译的比较慢，要贴过来去救援啊。但这一波如果救下来的话，让空军来救了。因为你刚刚兴奋交了。是，空军救完之后让队友带走，直接破译小船的点位其实就行。是因为心里的话已经在开第4台了，那这样只要大副开了之后呢，他可以直接等着我压满再救一波。往角落倒。是的。看陶宛这边救了。可能陶宛这边的话也是想着骗啊，这样的话开了2阶，手里的枪会比较稳啊。对，我直接持刀就可以。这枪其实可以索性不交了，现在可以先留一留啊。要交吗？不如让过客直接倒走。但这边的话其实帮忙交。其实过客他得先躲雕像才。但这可是个2阶格局啊，他不需要凑近的。2阶雕刻家。对，2阶雕刻家。还是开了这一枪。想用雕像躲的，但这个雕像的话稍微晚了一点。是的，对，还是先把枪给放出来了。那前面锁一下过客他的一个位置。是的。这边再给移情，空军这边能把状态直接补上，再破译小船。对，那这样的话够了。一直都没有炸到啊，过客只要一直往前拉就可以了。是。现在的话，这个兴奋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好。操作拉满了。这边有一个快踩，得等一组雕像给他快速击倒才行啊。
你现在也没有挽留，你后边的一个开门战怎么打呢？是因为就很害怕说你这边击倒以后呢，脸上这个人他道具是比较强势的，有可能像回忆这边嘛，你动不了他。其次的话，其他人都一股脑的往小门那边去跑的话，你是赶不到的。要是在一个海边的位置，而且这一波救下来是有化险为夷的，这个20秒的话，密瓦基一定够了，就是只要过客他倒到求生想要走的另外一个门的对角线就可以了。对，因为你是没有技能赶过去啊，这边还打了椅子。那现在还能让过客再往外边去牵制一下，大门也是同时之间在起，准备去开门了。现在就找一个好点的位置，直接亮了回光返照。是的，他到现在的话，这个化解为时间都没结束，你等他结束再挂上的话，两边门好像都已经对的，要点完了。过客直接就往角里倒就行了，因为知道你没有底牌，你又没有挽留，那我就直接往角里倒，那就是一个3跑。对，没什么办法，飞轮再躲一刀，炸倒了。那这样的话，大副那个门是已经点开了，其他人也过去了，这样是完成了一个3跑。对的。这局直接完成一个3跑，也是在把第2局的积分全部打平。对，第1局的积分还是一个5比3的情况下，站到一个第3局了。是的。小说家，小说家这个点。对，小说家这个问题，他一旦要是在4合院，我就在那里待着，你怎么办？如果说是你要带兴奋，那小说家这个点位，他要是藏起来，你找不到他，你又该怎么办？感觉还是常规打会好，没有那么理想。是。在这点位先拉到大门，拉到大门，到时候吃一刀再直接往4合院。对，然后小说家那边去赢一下嘛，哎，帮他回上这一波9。上来直接放猫，先改一下位置，快速到大门。大门的调酒师自己带的是闪现，所以说对小说家一点想法都没有，没有办法用。调的话也是先到这个角落里嘛，那个长窗的话能保证你这个猫咬到，也不一定能拿刀。是。得看一下。放个大位置的猫，这位置是能直接把那个路口给堵死。有一个跳的机会。想骗一下窗，窗台已经是被骗出来，但是自己卡了一下模型。对，其实身位还是拉开了。是的。不过对于秦人来讲也不着急，其实他尽量还是要等闪现快好的时候，让空调这边喝酒，对，然后再用闪现直接秒掉你，让你回不上。拿刀其实还是有点难的，这个位置倒是能给他晕住。在骗，两方都在骗，直接翻板。启言这边也是比较细节，先等一下他的自己的这个反弹。现在让他封一下技能，沉默一下，自己的闪现马上就好。哎，但这一刀空了，浪费了自己不少时间啊！会还是能拿到这一刀的。然后猫的话也马上好。这波是个闪现，空调估计不太敢直接拉到小木屋。小说家他要防一下移形。是的。那这个猫的话是没有咬到的。敢跳吗？一旦跳了的话，小说家一定会换位。哎，那就进板，等你过来，过来之后直接砸，那这个9就回上了。是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问题。你要是说带个闪现，带个移形，这个9就肯定能回上。主要是你没有办法防到这一波小说家对你的 OB 啊。是。所以说，看这里，使徒这个角色完全是被这个阵容完克。对对对，你是处理不太了这些地方的，而且你现在没有1阶嘛，你没有这个指引照回来，全破掉了，还能进到板区，拿不到刀，还是很容易躲掉这个猫的。是的，你就算1阶了，小说家还是克你。你只有2阶，小说家才会被反克。但这边的话，飞轮，是一个蓄力刀，所以说飞轮结束还是拿到了这一刀。那得看这个猫能不能咬到了。密码机现在已经有个近3台了，开了1阶，但这个猫的话套完又躲掉了，你还得防它吸这个隐月的前面。哎呦，这个闪现被打断了，还手再一个盖板。他已经是知道你这边想要进板就跟我换位，所以他提前闪了，但可惜这个隐喻还是摁出来了。他意图太明显了，如果你是兴奋，你早就用了。对的。你如果说是你是一个移形，你也早去抓这个调酒了，你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把这个9回上。好，那前面的话有一个击倒，但密码机已经是4台多了。是。现在就差一个化血位移，只要给个化血位移，密码机也差不多够了。看一下，先挂到大门的一个位置，可能离其他人远一点。不过密码机实在是太够了，所以说现在看一下他们第一波让谁救啊？还是回忆过来。而且守墓人过来救使徒的人，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太多说法。拦不住，这还是2个人啊，过客也来了。就2个人，反正都有化险为夷嘛。对。手捏了是个白球，想要直接到脸上把这个猫的眩晕全给它解掉。哦，想要打算化险为夷让它带走。是的。到时候再补个化险为夷。前的话也是觉得我不打算打你其他人的状态，我先去打到陶宛这边的一个针对啊。所以说这个眩晕我是等你救下来，咬到猫之后我再去触发。自己的底牌也已经切了，后边怎么去面对小说家这个问题呢？给个2阶。
开了2阶的话，至少对于启然这边来讲，我有一个2轮跳了。那这样再救一波密码机是一定能压好，感觉跟上把是一样的，就是我这边尽量跟队友走的门是个相反方向。对啊，但这把不一样的是，启然他说有个底牌。这有底牌不好解决小说家啊，小说家等一下会进大房，他要面对的是一个进入到大房的小说家，有技能，还要带了个飞轮的小说家。是的，就看地窖是在哪里了。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先让小说家这边吸一下树叶啊，吸一下隐喻，然后尽量转到大房。地窖在小木屋，对，还是比较远的，但这也差不多能吸出来了。等到最后时间我直接开也行啊。再拿一刀，那就直接开。是，那这边板子一下的话，你还要去踩板。对，现在就拖20秒，拖20秒的话，一定是能走这个门的。可能唯一就是回忆那边慢一点啊，回忆这边是选择直接回去点一下大门。那你现在要直接传吗？你如果传了，小说家这边也能起来。还是要先挂啊，先挂。那看到求生这边他们是全都跑掉了，可能是想骗一波。如果你的传送交到小门的话，那大家都走大门也是。前的视角好像是想要直接传的，他一旦传了，那边小木屋是个地窖，大门现在也是在开，根本拦不住。9秒那边门也就开了，但他这边耳鸣也没有出来，所以他并不知道小木屋废墟这边是有人的，所以这个地窖是能走，大门2个人也是能直接把门点开。他根本就没有排小木屋这边这个人啊。是，那北京 WBG 求生者也是完成了一波3跑。等一下就要看捏捏了，捏捏能不能完成平局，只要能完成。说机械师在面对喧嚣的时候，他的破译速度往往是最快的。对对对，这把的话，我觉得求生也是说想要先去稳一个平嘛。那同样这把能不能赢的话，也是要看一下前锋的一个操作。对，如果操作出来确实保的一个时间非常久，这个多打一刀还是很难受的。这个张狂肯定是要带的，因为你这个张狂决定你这边的一个追击，但是他抓到了机械的点位啊，其实挺好的，贴得很近了已经。那这个娃娃挺卖啊，往上直接放。放了之后直接往大门跑，或者说往大房跑，因为大房密码机一定是被封锁住的。那么杂技他就上来直接先去找机械师，机械师并没有把自己的摇滚玩偶放出来，是选择直接往，但他那个拉点方向是直接往大房方向。是的，这个摇滚玩偶你也不敢管，你要是管了的话，这个娃其实也能牵着一点点时间，自己到时候再拉到大房更不好抓了。那这样的话就看一下机械前期的一个个人牵制，哇，一个非常慢的一个翻窗，这一个双重惊奇给到了2层标记，哎呦，再想给差一点给到。是，好在刚刚是没有拿到那刀伤害。这个位置应该是能拿到伤害了。一个转盘。是的，让先木造成1次伤害，现在只能在大门进行牵制，底搏了板没能搏到。那前面的话，其实他的一个板翻了呀，反弹已经触发掉了，现在就要倒了。哦呦，这个击倒速度。都没有什么牵制空间，我感觉不进大房是不是因为看到那边也是个地下室？他不想直接给到他的更多标记，因为你要说是双重惊喜，他放了2次分身直接给到标记，他到那个窗口可能就只要吃到1次伤害了。哦，那这里的话看到前锋还已经上到了一个焰火标记，但是现在不能被逼救啊！一旦要被逼救的话，这个娃娃放出来他就破译不了多少。是，所以刚摸着密码机，承载在卡这样的一个模型，不过现在马上就要掉状态了，飞轮没有成功啊，那只能先救一波。他想预判一下他这4的标记，直接给上。这样的话已经开启2技了，想这边再管一下前锋，不过前锋身上只有1个干兵啊。对，这不现在看下来的话，没有什么可以 OB 拖时间的一个点。拖不了，他要是敢过来，一旦给到双刀，捏捏这一局就不只是争一个平局了，他可能是一个4抓面了。对，这把的话就还是尽量让机械多修一点。是的，现在就给个音机，把这个音机给上。这个移情给前锋调一下状态，还是让前锋来吧，因为他现在修的最慢。我觉得他们现在缺的是密码机，但选择是让陈某人来。陈某人啊，陈某人打算再给一个化险为夷可行。对，就多拖这个20秒的机械的破译，然后前锋的话也去修一修。前锋现在赶紧把密码机该修的修上，然后到时候再去捡机械师的这个机械吧。等等，前锋来了，他们不想放弃机械。但是这波你如果是让化险为夷来救的话，对于捏捏来讲，我有很多时间处理前锋。这拖的节奏可能能让捏捏摊到更多呀。等等，这里位置是有点粘住的。能救吗？感觉很极限了呀！哎，恐惧震慑了！太极限了，这是。因为没有早点过来，你这个悬条他当时不敢直接去掏的，不敢去救。现在在前锋直接拉开，避免自己要双倒，可能但还是要吃刀啊，而且自己也坚持不住了。捏捏现在想要直接击倒了，那现在已经是淘汰了一个，现在已经完全都抓局，甚至是连慢性4抓了。对，2个人都在脸上。男那边是刚在
大门那边是松开了手嘛，我是清楚你的位置的。有点太贪了，他们想把这个悬条能压到最极限，然后呢无伤。也要先救下来啊，就是觉得那个时间点的话，除非是如果想卡极限进度，你要2个人都在椅子前，能接受震慑的风险才行。如果一个人的话，你就不能震慑。是的，让先木现在想要把心理先完成击倒，不管怎么样，先把这心理的绝处逢生给毙掉。完成击倒，那现在就可以接着进行追击了，因为你刚刚击倒的人实在太多了，密码街现在太少。对，没有人去修的。是的，补不上。因为其实你看现在的进度，如果说刚刚就算没有保护，我只是让那个杂技演员过来套一个化险为夷，密码机都会差不多了。不错，再放，敢放的话就是一个白，还是要倒标记，直接一个本体跟双重 CC 一起啊。干冰标记跟一个粘土标记直接全部给上了。是的，那心里那边才50多的一个进度，陈某人又是一个惨状态，这个人根本救不了，起不来。对，而且这里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都已经看到了。再给，哦，空中就被击倒了。对，主要是你满状态都不太好踢啊，更何况你是个半状态提前被发现。那心里那边给他挂上椅就行，但他想摊一波4，再找一找。完全有时间，因为陈某人没有自愈了。对，那边还看到你这边碰密码机了，就抖了那么一下下。太明显了。对，密码机已经是破译到快70%了。是，好。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4抓，让我们恭喜北京 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是在一场真的是求生者在监管者在后期真的把积分全部都给抬上来了，而且就是说他们的状态也保持得很好了。是，感觉也是